山沟中的禁闭室。当兵时期，禁闭室的任务是我从未料想到的。由于部队的调派，我与3名弟兄以及1名士官被派往一处偏远的禁闭室执行为期3个月的任务。禁闭室位于一个隐秘的山沟间，四周被茂密的树林环绕，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往这里。禁闭室建筑非常简陋，是一层楼的砖房，外围包围着一层生锈的铁网。内部设置也相当朴素，2间小型禁闭室、值班人员的休息空间以及门口的小监视处。这样的环境无形中增添了几分压抑感。这次的看守任务不算困难，主要是监管1名因藏匿智慧手机被罚禁闭1周的士兵。我们需要安排他的活动并确保秩序。平日若无禁闭人员，我们就得返回连队参与其他任务。然而，事情却在第1个晚上发生了。当天上午的交接和训练课程结束后，我们轮流洗漱并安排好值班表。那晚，值班从晚间8点开始，每人4小时轮值。我被分配到凌晨2点到6点的时段，也就是夜最深、人最容易困倦的时间段。午夜时分，禁闭室一片寂静。当时的天气阴冷，偶尔有风吹过树梢的声音。我在休息区躺着小憩，直到值班时间到，迷迷糊糊地走到监视处。监控画面中显示，一切如常，禁闭士兵正靠在墙边睡觉。时间缓缓流逝，监控荧幕外的世界仿佛静止，只有我的呼吸声与偶尔传来的虫鸣。但在接近凌晨3点时，禁闭室内突然传来一声压抑的低喊：少长！外面窗户禁闭士兵的声音颤抖不已，带着浓浓的恐惧。我立刻起身查看，只见他缩在墙角，脸色苍白，手指着禁闭是一扇对外的铁窗。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起初什么也看不清。但随着眼睛适应了黑暗，我终于看见了窗户边正有一只枯槁的手缓缓地从外伸进来。那手苍白如纸，瘦骨嶙峋，手指异常纤长，指甲漆黑且尖利。它像是没有生气的死物，但却诡异的弯曲，仿佛在试图抓住什么。我的背脊瞬间一阵冰冷，脑中嗡嗡作响。第一反应是按下紧急警报，却发现整栋建筑的电灯忽明忽暗，警报系统也无法启动。那只手缓缓伸进窗内，手指在空中抓挠，仿佛在寻找目标。禁闭士兵吓得躲进角落，瑟缩不动，嘴里不断喃喃着：别过来，别过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拿起手电筒和橡胶警棍，缓缓朝窗户靠近，试图看清楚窗外的情况。然而当手电筒的光束照射过去，窗外的景象让我永生难忘。那是一个瘦长的身形，全身惨白如鬼，像是没有皮肤覆盖的骷髅。他的四肢异常细长，动作诡异僵硬，头部则像无毛的颅骨，但眼窝深陷，似乎隐隐有暗红色的光芒闪烁。他的嘴裂得极长，仿佛带着一丝鬼笑，缓缓靠近窗户。我瞬间感到脚底发麻，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：逃！我大喊一声，拉着禁闭士兵冲出禁闭室的主建筑，跑向同伴的休息区。其他人听见动静，立刻拿着武器赶来，连士官也被惊动。我们一同返回禁闭室，但奇怪的是，那只恐怖的怪物不见了，窗外只有一片寂静的树林。经过清点后，所有人员安然无恙，除了禁闭士兵仍惊魂未定，嘴里喃喃自语，说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。第二天早上，士官决定报告上级并进行巡查。我们分成小组，在禁闭室周围的树林中搜索，却没有找到任何异常痕迹。地上甚至没有任何脚印，仿佛那晚的一切都只是幻觉。然而，禁闭士兵坚持他所见到的是真实的，并描述出和我完全相同的细节。消息在营区内悄悄传开，成为了大家的谈资。有人说那可能是当地山林中的怪物，也有人认为是曾经阵亡的士兵阴魂回来索命。那次的事件后，我们完成任务回到连队，但禁闭室的传闻却一直在部队里流传。新兵们经常听说，
在那片山沟中的禁闭室里，会有奇异的白色怪物在夜晚出现。直到退伍多年，我仍然记得那晚的景象。也许山林间藏着我们无法理解的存在，也许那是自然对我们擅闯领地的警告。无论如何，禁闭室的那晚成为了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惊悚回忆。